什么情况？我不是在熬夜刷剧吗？这是穿越了。哎，他睁眼了，居然没死！没死就没死呗，大半夜被骗到这地方，那假千金摆明了就是要杀他，他还一口一个妹妹喊着亲热。可不是嘛，就这脑子，吃了他的肉都得跟着变蠢。我去，我能听懂鱼说话，穿越还带附动技能的。不行不行，再待下去真要淹死了，先上岸再说。啊，他动了，凶手还没走呢！我去！别人穿越都是锦衣玉食的，怎么我穿越就是凶案现场啊？这地狱开局也太离谱了！于大哥你在吗？刚刚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你居然真的能听懂我们说话？是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这点饼干是一点心意，谢谢你们。不准收！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下毒？人类最坏了，同类相残都能干出来，心最狠了。我跟那种人不一样，我就是想帮助同类才来找你们的，我真的没有恶意。行吧，看你也不像坏人，你想问什么就问吧。谢谢姐姐，谢谢姐姐。你们刚才说看到岸上发生凶案了，可以跟我说说具体经过吗？可以啊，可以啊。有个穿黑衣服的男人用布捂住了一个姐姐的鼻子，那个姐姐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那你们看清他长什么样子了吗？他全程戴着一个獠牙面具，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看不清什么样子。我看见了，他撸袖子的时候，手臂上有一条长长的疤痕。快跑！那个戴面具的凶男人又折回来了！哦，可吓死我了！这家伙居然还敢蹲在附近！坏了，他这是盯上你了吧？这可咋办啊？我的妈呀！水鬼啊！看样子我不是在做梦，我真的穿越了，穿越到了凶案现场，不仅被凶手盯上，还被当成了犯罪嫌疑人。急啥呀，老铁？抓住那家伙不就完事儿了？多大点事儿？哪有那么容易啊！我现在就知道他胳膊上有道疤，别的啥线索都没有。荒郊野外的，上哪儿找人去？你不知道，本大王知道啊！我叫雀神，这一片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是我眼线。真的假的？你能帮我找到他？那当然了，不过嘛，帮忙可以，我有条件，我爱吃人类那种软乎乎的甜面包。我这会儿身上只有饼干，你先凑合一下，明天我铁定给你带一大袋面包，管够。饼干也行，行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的天，太壮观了！行了，人都到齐了，你想问什么尽管说。麻烦大家了，我想问一下，你们都见过那个戴面具的凶手吗？见过，那家伙高得像座山，差点一脚把我踩成饼。扯吧你，明明矮得跟树墩子似的，我站树上看得清清楚楚。你看错了，你眼睛不好使。你才看错了，你个小矮子懂什么？你看错了，你眼睛不好使。你才看错了。这么问不行，大家体型差太多，参照物不一样，说出来的数肯定不准。好啦，咱们换个问法，跟我比的话，他比我高还是矮？比你高小半个头吧。那身高是1.72米左右。那你们看清他长什么样子了吗？没看清，一直戴着獠牙面具，脸挡得严严实的。我看见他拉着辆黄包车，装着东西往南边跑了。他来的时候也是拉着黄包车来的，车上沉甸甸的。那他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有股特别的香味儿，浓郁又特别，我从没闻过这么好闻的味儿。浓郁香味。那个，冒昧问一下，您是什么昆虫啊？枪狼。哦，屎壳郎呀。没礼貌，我的学名是枪狼。你就是本案的目击证人？是，我就是目击证人。凶手男，1.72米左右，戴着獠牙面具，右手小臂上有条10厘米的疤痕，身上有不明臭味，没有同伙。这里是案发第一现场，目前尸体已经被凶手拉着黄包车往南方转移，我推测凶手就生活在附近。刘队，看作案手法和面具特征，就是那桩獠牙面具连环案又出新受害者了。林小姐，多亏了你能记下这么多关键细节，这些线索对我们破案太重要了。不用客气，凶手已经盯上我了，如实配合也是应该的。有件事我挺好奇的，这里可是作案现场，光线又差，你怎么能把细节看得这么清楚的？因为我当时正在河里躲着，
凶手没看见我就在河里看到了全过程。你一个女孩子，大半夜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还躲进了湖里？这事儿说来就话长了。所以你是真千金，被假千金骗到这里推下湖，他谋杀未遂，你就在河里恰好看到了全过程。对，就是这样。其实是谋杀易遂，才让我穿越到了这里。行，情况我们都清楚了，故意杀人未遂，连环凶杀案，2起案子我们会同时立案跟进。麻烦罗队了。时候不早了，小郑，你开车送林小姐回去。你放心，我们会安排人手在你家附近暗中保护。要是想起新线索或者发现可疑的人，第一时间联系我们。没问题，有事我会联系你们的。林小姐，有事随时给署里打电话，保持联系。都怪我，我要是拉住妹妹，她就不会跑到河边去了。她脚下一滑，摔进湖里，我又不会游泳，只能拼了命跑去喊人。可等我回来的时候，岸边早就没人了。傻孩子，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骄阳那孩子命薄，天生肤浅，留不住。事已至此，我们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不能再失去你。往后你就安安心心当我们林家的女儿。就是要怪就怪林朝阳自己瞎跑，大半夜往湖边跑，出事不也是自找的吗？搞什么鬼？不会是骄阳回来了吧？妈，你瞎说什么呢？就是融资烧断了而已，我去看看。谁啊？心里有鬼的人，看谁都像鬼。你居然没死！听你这语气，好像挺失望的，巴不得我死在湖里。之夏担心了你一整晚，怎么可能盼着你出事？骄阳妹妹，我怎么会盼着你出事啊？当时你掉下去，我都快吓死了，拼了命狂去喊人，这一整晚我都没合眼，一直在自责。林骄阳，你讲点道理行不行？我姐都愧疚成这样了，你还故意吓她，有你这么当妹妹的吗？愧疚？他亲手把我推下湖的时候，我可没看出半分愧疚。骄阳，这里面肯定有误会。之夏从小性子就软，他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是不是误会？我说了不算。湖边发生的所有事，我已经全部报给巡捕房了。蓄意谋杀未遂，等着坐牢。我不要坐牢，妈，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手滑了一下，我不是有意的。之夏都知道错了，她一个女孩子要是留了案底，这辈子就毁了。他下死手推我的时候，可没想过给我留活路。闹够了没有？为了这点事，非要毁了这个家，是不是？这真的是我的家吗？一屋子黑心肝，还待在这里，说不定哪天又没命。就当我没回来过。再见。今天踏出这窗门，就永远都别回来。林小姐，你怎么又出来了？跟家里闹翻了，能送我去 A 大宿舍吗？让我猜猜，不会是亲爹亲妈维护假千金的戏码吧？这么明显吗？嗨，话胆子里都这么说。放心，案子我们肯定按规矩办。谋杀未遂不是小事，该担的责任他跑不掉。那就多谢了。给我拿这个，包起来。去案发现场，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新线索。没有接到家属报案，也没找到受害人尸体，案子不好查。罗队，出事了！有人去张家村山头砍柴，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罗队，确认了，这儿不是第一现场，死者是死后被抛尸过来的，身形、穿着都跟林小姐说的受害者侧描对得上，应该就是湖边失踪的受害人，但周边没有留下任何脚印和物证，暂时查不到更多线索。人类也太笨了，凶手凌晨3点开车抛的尸，之后往东边跑了。大哥太厉害了，连具体时间都能算出来，大哥威武！看太阳的位置不就知道了？笨。罗队，凶手凌晨3点左右抛尸，抛尸结束后往东边逃窜，他的活动范围大概率集中在城东片区。你怎么连抛尸时间、行车方向都掌握得这么清楚？我是 A 大的学生，学过痕迹推演，刚好能推算出这些细节。
能帮上忙就好。太好了，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你好好学学人家，还是在校学生就这么专业。罗队，能不能麻烦再送我回湖边第一现场？我想再排查一遍，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关键线索。没问题，小郑，你送林小姐过去，全力配合她排查。好嘞，姐，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梳理一下线索。哎，好，我立马去车上等你。雀神，雀神在吗？我还以为你拿到线索就跑路，直接刮了我呢。怎么会割你呢，雀神？我还想再请你帮我一个忙，以后我每天都给你买面包。看你这么有诚意，说吧，什么事儿？能不能麻烦你把史科龙兄弟帮我叫过来？叫他有什么事儿？他太臭了，不想去叫他。我找他有案子上的事了，拜托了。哎，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吧。别吃我，别吃我！闭嘴！你浑身臭烘烘的，谁要吃你？我哪里臭了？我浑身上下都是香的，还不臭？臭的我都吃不下面包了。谁让你叼我过来的？那你把我叼回去。不好意思，枪崩，打扰到你了。姐姐你呀，叫我小黑就好啦。找我有什么事吗？小黑，我想请你帮个忙。你还记得那晚凶手身上的香味吗？我想让你帮我找找那股香味的来源。就是那股浓郁、特别闻着上头的香味。对，就是那股味道。我去，能再闻一次那个味道，我这辈子都值了。雀神，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以后有好吃的，我都分你一份。行吧，就当我顺路保护你了。人身上常年附着特殊异味，要么是生活环境影响，要么是身体病症导致。如果是病症的话，看来是荡肠类病症。好香啊！小黑，凶手身上的味道是这个吗？不是，居然不是。这个味道我很熟悉，但凶手身上的香味更浓郁、更独特，是我从没闻过的味道，比这个浓郁太多了。不是身体病症，那大概率是长期工作环境沾染的味道。那好，我们去别处排查看看。小黑，是这个味道吗？是这个吗？浓郁又独特，到底是什么东西散发的味道？你到底记不记得那个味道？别是你当初闻错了吧？我绝对记得，这辈子都忘不掉，而且那是香味儿，不是臭味儿。算了，先找点东西吃，休息一下。老板，我要一碗肉丝面。好嘞。要是一直找不到那个味道的来源，岂不是线索就断了？我得想想其他办法。我闻到了，就是那个香味儿。真的吗？你真闻到那个凶手身上的味道了？绝对没错，就是这个味儿，就是现在味道太淡了，可能距离散发味道的地方比较远。我现在就出发去找那个地方。好哎，客人，面好了。老板结账。面还没吃呢。哎，面都不吃了吗？看起来好香，什么怪人？小黑，是这里吗？没错，就是这里。这里的香味比刚刚那里浓郁了好多。那接下来往哪儿走？这边。什么时候到啊？要被转晕了。就是这里，那股浓郁独特的香味，就是从这家店里飘出来的。终于到了，这里真的好香。林小姐，你肩膀上怎么停了只鸡？没礼貌！本大爷是麻雀，是天空之王。它是麻雀，是我新养的宠物。哦，原来是麻雀啊！对了，林小姐，你过来是查到线索了？是的，我查清凶手身上特殊气味的来源，是螺蛳粉的味道。螺蛳粉，立刻通知全员排查全城所有螺蛳粉店的老板伙计，重点筛查身高1.72米左右、右手小臂有扎痕的男性。是。我再问你一遍，那个人是不是你杀的？全审讯完了，所有螺蛳粉店的老板都不想再说谎，确实都不像凶手。罗队，全城5家螺蛳粉店，老板家主一共13人，已经全部审讯完毕，没有发现右手小臂带疤痕的男性，无人符合林小姐给出的凶手画像。近期店里有没有突然辞工的人员？全部核实过了，近1个月无人离职，也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他们店里的汤料酸笋是自家熬制腌制，还是对外批发进货的？记录上写的都是自家现熬现腌。2次审讯，重点核查各家店铺的食材供货渠道。是，最后给你们一次坦白的机会，汤料到底是自己熬的还是进货的？敢说谎的，一律从严处置。我说是批发进货的，不是我们自己熬的。警官饶命，警官饶命啊！警官，我家也是进货的，别枪毙我，饶了我们吧。我们都是找一个叫吴守山的人拿的汤料和酸笋，他熬的汤底比自己做便宜省事儿多了。我也是。吴守山住在哪里？就在顺河下街29号临河的那间吊脚楼。
罗队，屋内空无一人，灶台还是温热的，嫌疑人应该刚离开没多久。这个时间他跑不远，全队散开，沿河滩巷口分头搜查。是。雀神，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哪有你这么求人办事的？帮我找找凶手呗。我要是出事了，以后谁给你买肉松面包？行吧，勉为其难帮你一次。这些都是我孙子的表弟儿子的女儿的老公的后代，都是自己人。辛苦大家了。等会儿他问什么，你们如实回答，不许撒谎。明白，太舅爷。这间屋子的主人，右手手臂上是不是有一道长长的疤痕？是呀，长长的一条，像大虫子一样，特别明显。没错，就是吴守山。你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刚刚没走几分钟。他往哪个方向跑了？那边。不好，那边是渡口，他要坐船跑路，必须立刻告诉罗队。就是你！就是你这个女人，一直对我穷追不舍。既然你不让我活，那我死也要拉着你垫背。有你这么漂亮的女人陪葬，我黄泉路上也不亏。不行，绝对不能慌，必须稳住他，拖延救援时间。吴守山，你冷静一点，现在放开我，一切还有回旋余地。你一旦伤了我，就彻底没有退路了。别动！警察，我投降！我被杀人！姐，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你刚刚要是打歪了怎么办？那你就危险了。那你还敢直接开枪？姐，你别生气，你当时被刀架脖子，根本没有退路，我不敢耽搁。而且我枪法很准的，绝对不会误伤你。别担心，这小子看着不靠谱，却是咱们警局的神枪手，军校射击成绩全校第一，力无虚发，不会出错。好吧，多谢你们及时赶到，不然我今天真的凶多吉少了。林小姐，你太谦虚了。这起连环杀人案能顺利抓获嫌疑人，你立了头等大功。没有你的关键线索，我们不可能这么快锁定真凶。头等大功？嗯，那有没有奖励啊？当然有。这起案件影响恶劣，上级高度重视，早就发布了悬赏公告。现在嫌疑人落网，1000块大洋的悬赏奖金全部归你。1000块大洋，这下好了，足够我衣食无忧，安稳过一年，再也不用怕流落街头了。我们一起历经这么多危险，算是过命的革命友谊了。你们干脆就留在我身边吧。好啊，好啊，外面太危险了，天天提心吊胆的。留在你身边，我再也不用担心被小鸟吃掉了。小黑都答应留下来了，雀神你呢？哼，本大王是天空的霸主，自由自在惯了，才不要被拘在小小的宿舍里，我拒绝。别这么说嘛，留下来陪陪我，我马上就能拿到大额奖金，以后天天给你买最贵的肉松面包。既然你这么诚心求我，那本大王就勉为其难留下。先说好了，面包绝对不能少。郑警官，我的悬赏奖金手续办好了吗？那个案子其实还没有结案。为什么？不是已经抓到凶手了吗？吴守山嘴硬得很，死活不肯认罪。我们目前没有直接定罪证据。按照规定，24小时内找不到确凿证据，我们必须将他释放。释放？那我的1000块大洋不就泡汤了？绝对不行！定罪需要什么直接证据？多名受害者家属报案时提及，受害者遇害后都遗失了发卡、手链、戒指等贴身物品。我们推测，这些带有受害者专属痕迹的物品都被吴守山当成战利品私自藏囊了。只要找到这些物品，且上面留有吴守山的指纹，就是铁证，能立刻定罪。但我们搜遍了他的住所，一无所获。现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只盼着物品没有被他销毁。吴守山性格偏执变态，极其珍视这些战利品，绝对舍不得销毁。而且我们抓捕及时，他根本没有时间转移处理，证物一定藏在其隐蔽的地方。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能找到证物。你们在门口等候就行，我一个人进去排查。林小姐，我们俩一直特别好奇，你是不是有什么超能力，每次都能精准找到关键线索，也太神了！能不能教教我们？对，太厉害了。确实有，这是我们家族秘术，传女不传男，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还想学吗？那就别偷看，在外面等着。哇，好香啊！这里简直是天堂，我太喜欢这里了。警方已经全方位搜查过明面区域，证物绝对不会放在显眼处，一定藏在暗室或夹层里。屋子这么乱，我自己找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还是问问这里的原住民吧。打扰一下，
请问洞里有小伙伴在吗？你能听懂我们说话？我可以听懂你们说话，你帮我回答几个问题，这块肉干就送给你。我不要肉干，求求你救救我妈妈！她误食了吴守山放的老鼠药，快要不行了，求求你！别哭别哭，我一定会救你妈妈。距离吴守山被释放还有20个小时，时间来得及。姐，找到线索了吗？小郑，你立刻去最近的兽医站买一盒阿唑品。小郭，你去买一块肥皂，速度越快越好。先灌水稀释体内毒素，放心，你妈妈一定会没事的。姐，肥皂和水买回来了，阿唑品也买到了，到底是谁中毒了？老鼠！林小姐小心，你身后有老鼠！林小姐，你居然在救老鼠！我不是在救老鼠，我是在老鼠身上发现了破案的关键线索。有线索了！太厉害了，姐！这么快就找到突破口，案子马上就能破了。你们先出去等着吧，我要专心排查线索。我们家族秘术最忌外人干扰，一旦被打断，线索就彻底断了。还剩12个小时，一定要快点醒过来。妈妈，你醒了！乖孩子，妈妈没事了。谢谢你救了我的性命，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力报答。举手之劳而已。不过，我确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需要你帮忙。你尽管说，我在这儿住了很久，这间屋子的一切我都清楚。太好了，你在这间屋子里有没有见过女性佩戴的发卡、手链、戒指之类的贴身物质？吴守山是个单身汉，性格非常孤僻，平时连个亲戚朋友都不来往，更别说带女人回家了。那他有没有带回来过什么有血的东西？这个倒是见过，有时候他从外面回来，衣服上会沾着血迹。有一次邻居撞见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去外面帮人杀牛弄上去的。要是在现代社会就好了，只要在他的衣服提取到血迹，拿去做个 DNA 对比就行了。可现在这年代，技术条件根本达不到啊。那你知道他的贵重物品一般都藏在哪里吗？吴守山根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过什么？不过他是个赌鬼，值钱的东西都抵押在赌场了。赌场？我知道了。那你知道他平时都在哪个赌场赌博吗？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叔叔很少跑那么远。没关系，这已经是非常关键的线索了。谢谢你，你们好好养伤，我先走了。立刻通知罗队，多带点人手去查吴守山常去的赌场，那些证物极有可能被他抵押在赌场了。赌场？好，我们这就去。只剩下最后2个小时了，吴守山马上就要被释放了，如果再找不到，就前功尽弃了。老板，见过这个人吗？有。是不是叫吴守山？经常来这儿。那他最近有没有在你们这里抵押过什么东西？有的，警官，随我过来。可算找到了，我还以为你要把这赌场翻个底朝天呢。郑警官，姐，你来了。吴守山的案子怎么样了？那些证物能定他的罪吗？能，简直太能了。林小姐，你找回来的那些东西简直就是神助攻，法医立马进行了鉴定，证物上清晰地提取到了吴守山的指纹，而且上面残留的血迹血型也和之前獠牙面具连环杀人案中受害者的血型完全对得上。太好了，这样我也安全了。林小姐，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呢。罗队，您找我有事吗？对，这次破案的1000块大洋我已经给你申请了，过2天就能拿到。谢谢罗队。对了，还有件事，因为林小姐在这起案件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所以署里想聘请你为我们的特聘破案顾问。特聘破案顾问？那当这个顾问有工资吗？有的，不仅每个月有固定的基本工资，
而且以后你参与的案子顺利侦破了，署里还会根据你的贡献发放丰厚的破案奖金。那我干，多谢罗队。雀哥，吃饭啦？不吃。吃点啦。本大王不吃，我只吃香喷喷的面包，谁要吃鸡饲料？哎呀，这饲料营养也很丰富的。不行，当初你求本大王留下来的时候，可是信誓旦旦的说会好吃好喝的供着本大王的。你们人类果然都是大骗子。我现在也没生活费了，过2天等那1000块大洋的奖金发过来，就给你买面包。哼。请问你是林骄阳吗？怎么了？林伯母让我给你带封信，她说她生病了，想见你。毕竟是原生的亲生母亲，既然病重想见我，那就去看看吧。二小姐，您回来了。怎么，挡在我前面，是不想让我进去？怎么会？不过客厅里有贵客，我先去汇报一声，您就在这稍等片刻。汇报？我回我自己的家，需要你一个下人去汇报？这乡下丫头怎么变了个人一样？往日谁都能欺负她，今日的眼神怎么这么让人瘆得慌？我回来了。骄阳，你回来了。妈，您身体正虚弱着呢，医生嘱咐了，千万不能劳累。您快坐下好好休息。妹妹又不是外人，不需要您亲自迎接的。妹妹，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个扁毛雏树？可爱是可爱，就是有些脏。要不就养在院子里吧。你这个坏女人，想把我养在外面，我会被野猫吃掉的。放心，我的鸟自然会养在自己的房间里，你就少操别人的闲心了。倒是你，以后少干点犯法的事，免得家里又要花钱捞你。这就是骄阳吧？坐到婶婶旁边来。谢谢苏家婶婶。果然像传闻中一样，是个非常聪明、有个性的女孩子呢。我可听说了，獠牙面具那桩悬了好几年的案子，全靠你才破的。年纪轻轻就这么厉害，真是了不得。能给我讲讲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吗？苏太太就别总这座般夸赞她了。说起来，您新婚未久，我瞧您气色较之4前红润不少，一眼便能看出日子过得美满舒心。确实挺好的，她性子细，事事都顾得到。我就说嘛，看来跟前夫内婚真是离对了，早就该跟那种人划清界限了。苏家婶婶，你还离过婚啊？我看着你也太年轻了，还以为你才20多岁呢。你这小嘴也太甜了，我都35了，跟前夫有2个孩子，都快长到你肩膀高了。真的假的？你这保养的也太好了，快教教我有什么秘诀，等我到这个年纪也能这么好看。哪有什么秘诀，就是平时敷敷脸罢了。正好我家院里玫瑰全开了，明天你过来，我们一起做玫瑰珍珠面膜，再煮点玫瑰茶，慢慢聊。之夏和林太太要是有空，也一起过来坐坐。聊什么呢？这么开心？时间不早了，该回家了。跟晚辈聊2句。要我看，还是妈最显年轻。苏太太看着虽说状态不错，但是过于瘦瘦，仔细瞧还是能看出岁月痕迹，远不如妈来雍容富态。妹妹，后座坐不下了，你就坐副驾驶吧。哇，姐姐，你今天打扮的好漂亮呀！马屁精，我说的是实话。马屁精，马屁精。骄阳，苏小姐是我们林家最重要的合作商，她很喜欢你，待会儿你可得好好跟人家处好关系。知道了。这是谁家出事了？火烧的这么大？这是苏童太太家。女儿啊，我的女儿，你怎么照顾她的？你为什么不把她带出来？都怪我，是我没保护好彤彤，我对不起她，我现在就把她从里面带出来。站住！周先生冷静，现在还没扑灭，您去了也是死路一条。
如果我能代替彤彤死就好了。彤彤，医生，快救人！昨天还笑着约我做玫瑰面膜，语气温柔的人，今天就成了白布下冰冷的尸体。有什么好难过的？按我对你们人类的了解，10有8九又是自相残杀，哪来那么多意外？你是破了獠牙面具案的林小姐，对不对？是不是你？是我，苏老太太，您慢点说。林小姐，我求你查查我女儿的死，这绝对不是意外。阿姨，您先别急，您为什么觉得不是意外？是不是有什么线索，或者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是他，一定是他杀了我女儿，你查他，准没错。妈，我跟彤彤感情这么好，我疼她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害她？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我的命换回彤彤的命。苏老太太，您有证据吗？我没有证据，可我们是母女啊，母女连心。我就是知道，肯定是他干的，他就是贪图我们苏家的钱。苏老太太，我会尽力查清真相的。您二老先去休息，有线索了我会告诉你们的。那苏小姐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好。妹妹，你也太较真了。上次那个獠牙面具的案子，说到底也只是你运气好，意外掉进湖里，恰巧撞见线索。别真把自己当侦探了。苏家可是我们林家最重要的合作商，你要是无乱查探，弄巧成拙，反而毁了两家多年的合作，这个结果，妹妹你可承担不起。听你这意思，要是我查出真相，还能帮林家巩固跟苏家的关系？那当然了，你要是能帮苏家把这事儿查清楚，那就是我们林家的大功臣。苏家肯定愿意跟我们长期合作，到时候你想要什么，爸妈都满足你。我想要林家1半的股份。林家1半的股份，骄阳，这可不是小事。爸妈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才攒下这份家业，你怎么能一开口就要1半？这是我们林家的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林家的股份将来本来就是我和我弟的，怎么？难道你一个外人也想要林家的股份？骄阳，你怎么能这么说？只是妹妹，你终究是女孩子，将来总归是要出嫁的。要是手里握着这么多股份，日后嫁到别人家，爸妈辛苦一辈子的心血，不就白白成了外人的嫁衣呢？骄阳，你别往心里去，之夏他还小，不懂事。妈答应你，只要你帮苏家查清这事，稳住合作，股份的事好商量，爸妈绝对不会亏待你。林小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姐，你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好看？死者苏女士是林家的重要合作商，我们一家人本来约好今天过来做客，刚到就遇上起火了。世事无常啊，正好你在，让小郑跟你一块进现场看看。我先带死者家属去做笔录，有什么发现随时喊我。好。姐，有你出马，这案子肯定很快就能破。我看就是普通走水，电路老化引的火。好好一户人家，母子3个都没了，太惨了。我们进去看看吧。不对，这案子疑点太多了，不像是普通走水。姐，你发现什么线索了？小黑，你是不是闻到什么了？我闻到一股呛人的味道。刚发生过火灾，到处都是焦味，呛人是很正常的。不是的，不是的，我滚粪球时闻到过垃圾场烧东西的焦味，这我熟，但是这个味儿不一样，闻着头晕、刺鼻子，一点都不喜欢。那你仔细想想是什么味道，有没有点熟悉的感觉？我想起来了，是黑壳子虫的味道。
就是街上那种跑起来嗡嗡响、会喷黑烟的黑壳子虫。什么黑壳子虫？那叫汽车。跟人类混这么久了，连个名字都记不住，丢不丢虫？要你管，我就叫它黑壳子虫。汽车？难道是汽油？姐，你养的鸟好吵啊！郑警官、郭警官，你能不能出去等我？我想一个人调查一下。祖传秘术，我懂。丢虫，丢虫，丢虫！雀神，你安静点，要办正事了。哼！喂，屎壳郎，你到底行不行啊？别装模作样带错路！别打扰我帮姐姐做事。就是这块，味道最浓了。从这里到1楼都是这个味道。这里是苏童的卧室，汽油集中泼在卧室里，是要置他于死地。这一定是一起故意杀人案。林小姐，怎么样？现场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罗队，周明远案发当晚在哪里？有没有不在场证明？您先和我进来吧。他说昨晚在城西俱乐部陪客户打牌，打到后半夜，还是服务生接到电话告诉他家里起了火。他赶回来的时候，别墅已经烧透了。我派人去调查了，确实是这样的，有很多目击证人。怎么，有问题？对，这起失火案，我认为不是意外，是蓄意纵火。死者卧室里有汽油残留痕迹，凶手应该是趁死者熟睡，在卧室泼了汽油，然后往里面扔明火。火势瞬间起来，死者根本没有逃跑的时间。周明远这个王八蛋，太狠了，连2个孩子都不放过！你严谨点，现在还只是推测，没实锤，别乱下定论。不是他还能是谁？姐，你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个周明远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凤凰男，老家穷的叮当响。入赘到苏家，一穷二白娶了苏童，他不是图钱是图什么？苏童一死，苏家那么大家产全是他的，一夜暴富，他有充足动机。显而易见，你小声点，现在上面查得严，冤假错案，担不起责任，没证据乱说话，人家反过来告你诬告。苏童父母年事已高，2个孩子也没了。按照律法，周明远是第1顺位继承人。苏家的产业、存款、房产，确实全都会落到他手里。从作案动机来看，他的嫌疑最大，但他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俱乐部那么多人都能作证，不好直接动他。那我们先不打草惊蛇，暗中调查。你们2个接下来配合林小姐调查，一切听她安排。是。员外，周先生我们熟，他是我们的会员。昨晚他确实一整晚都在这儿。9点多来的，在和客户谈合作，12点多开始打牌，直到凌晨接到家里的走水电话才离开。对的，我也记得他。他那晚点了杯威士忌，还特意叮嘱不要加冰，说自己感冒了。对，后来他不小心把酒泼在了我的外套上，还给了我干洗费。没错，我和他打了一整晚，他中途就去了2趟洗手间，每次也就几分钟，不可能跑回家放火。难不成真不是他？那他不在场证明也太完美了。小莹莹，小莹莹，你在叫我吗？这个给你，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问吧。这个男人昨晚穿着西装在这里打牌了的，你们有没有印象？他有没有出去过？每天来这儿的人太多了，脸都长差不多，记不清啦。而且我们只盯吃的，不好意思啊。那这块饼干你要收回去吗？不用了，你吃吧。再见。姐，这下怎么办？俱乐部这边啥都没查到，周明远的不在场证明稳得很，是不是我们太多疑了？既然这边查不出东西，那就直接去见周明远本人。警官请坐。我们先生这几日伤心的厉害，整夜睡不着，这会儿刚吃了点东西，在楼上歇着呢，我上去通传一声。不用急，我们在客厅等会儿就好，让他多休息会儿。毕竟遭了这么大的事，还伤心睡不着，笑死个人！我刚从楼上爬下来，他抱着个女人睡得打呼，呼噜声震得墙皮都掉渣，香得很呢。
别吃我，别吃我！我！雀神，别吓他了。人，你救命啊！鸟要吃我，人也要吃我！我不会伤害你，也不让他吃你。放心吧，这个给你吃。哇，是面包哎！干什么？那是我的面包，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讨好别的虫子？别闹了，回去给你买2笼鲜肉小笼包，皮薄馅大的那种。哼！你是住在这栋别墅里的，对不对？对，我祖上18代都是住在这里的。我想问你几个关于楼上那位先生的问题，你如实回答我，这些面包就都给你。怎么了？我才不吃呢！谁知道你有没有下毒？你们人类最坏了，动不动就踩虫子还喷药。姐姐人很好的，不会下毒。我天天吃她给的东西，一点事都没有。你刚才说楼上的先生不是在休息，是抱着女人在睡觉。对啊，我昨晚躲在他们的床底下，床咯吱咯吱响了大半夜，吵得我都没法睡觉，烦死了。他们除了她还有别人？是个女人？是啊。你能看清她长什么样子吗？看不清脸，我都躲在床底下。但是我知道她每晚带回来的女人都不一样。白天在火场抱着尸体哭得天昏地暗，晚上就带别的女人回家睡觉，真渣！你们人类全是骗子，没个好东西。啊，对了，他有个特别讨厌的女人，2个人打电话，每次都吵得可凶了。他们吵什么了？我想想，闹够了没有？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们早就离婚了。孩子的抚养费我每个月按时打，你别得寸进尺。周明远，你没有良心！我要去署里告发你纵火。你去告啊，大不了鱼死网破。我死了，你和儿子也别想好过。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啦。周明远不仅婚内出轨，乡下有妻有子，而且苏童的死果然和他脱不了关系。谢谢啦，我让雀神送你回去。我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我只想彤彤回来。姐，你回来了，我们这边问的差不多了。周先生情绪不太好。周先生，节哀顺变，有新线索我们会再联系您。警官，所有的事儿我全都坦白了，以后有要调查的地方，我会全力配合。你们一定要查清楚真相，给彤彤讨个公道。你说是不是咱们调查方向错了？你看今天上门，他应对的滴水不漏，说的话跟在警局录的笔录一模一样，半分破绽都没有。而且俱乐部那么多人都能作证，他案发当晚一整晚都在俱乐部，总不能是他分身去放的火吧？是啊，这案子确实棘手。他在撒谎。姐，你是不是发现什么新线索了？他不在场证明是演给俱乐部的人看的。晚上9点左右，他开车来到俱乐部，先是跟老板打了招呼。张老板、周老板，里面请。然后特意跟调酒师强调威士忌不加冰，增强调酒师对他的记忆点。要一杯威士忌，不加冰。威士忌不加冰，口味独特。抱歉，给你的干洗费和小费。谢谢周先生，谢谢。这些不起眼的小事，足够让大家对他印象深刻。然后他趁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舞台上时，开车回到苏家别墅，然后在别墅泼汽油、点火，再开车回到城西俱乐部。这个过程25分钟就够了。回到俱乐部时，大家的注意力还在舞台上，根本没有人注意周明远有离开。接下来的后半夜，他一直在俱乐部打牌，直到他得到服务生的消息，他跟随着人群回到苏家别墅，假装才知情走水的事。畜生，太狡猾了！这样根本找不到证人，这可怎么办？别着急，我有一个办法。王妈，给我倒杯水来。哎，
我不是跟你说过，把他的东西全给我都扔干净，你是聋了吗？我明明都扔了啊！我亲手丢到外面垃圾桶的，怎么会又回来了？你明天不用来了，收拾东西立刻滚！宝贝儿，想我了吗？想，怎么不想？做梦都想。明天带你去城南那家老字号吃早茶，好不好？行，那我明天早点开车去接你，你乖乖睡觉，晚安。谁呀？谁呀？鬼啊！谁在装神弄鬼？给我出来！苏童，是你自找的，谁让你非要查我的底细？知道我乡下有老婆有孩子，就逼我离婚，还要让我净身出户，你做梦！被烧死很疼吧？那也是你活该。我能杀你第一次，就能杀你第二次。有种你就出来，别在这儿装神弄鬼！来呀，出来呀！周明远，你还有什么需要狡辩的？你们算计我，一点点智取而已，哪有周先生会算计？你刚刚说的话可把我们都吓坏了。我刚才做噩梦了，胡言乱语而已。你们深更半夜闯进我家，还装神弄鬼吓我，我要去署里告你们！你以为认了罪，一句胡言乱语就能洗脱罪名吗？我什么都没干，认什么罪？你们凭什么说我认了罪？是你自找的。我能杀你第一次，就能杀你第二次。被烧死很疼吧？那也是你活该。周明远，你涉嫌故意纵火杀人，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吧。雀神，周明远这个案子多亏了你，我们才能这么快破案。知道就好，以后要好吃的好喝的供着本大王。骄阳啊，听说周明远已经认罪了，真是他杀的苏琪啊。案件细节不方便透露，等官方通报吧。不就破了部案子吗？装神弄鬼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搞得跟多大功劳似的。对啊，让林家和苏家关系变得这么好，不就是多大功劳吗？对了吧，妈，之前说我要是帮苏家破了这个案子，就给我林家1半的股份，什么时候兑现？你疯了！1半股份，你才回林家几天，张口就要分到1半家产，心也太黑了吧！林家的家业是爸妈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凭什么给你？凭我能帮苏家破了命案，凭我能让林家深度绑定和苏家的合作，这次能拿到苏家的正标，能让林家的股份涨1半都不止。这1半股份不给我，你们想给谁？妹妹，你别生气，弟弟也是一时口快。我们知道你为家里立了功，可股份到底是林家的根基，哪能说分就分呀？我在林家这么多年，从来没惦记过家里1分钱，就盼着家里好。你是林家亲女儿，以后爸妈还能少了你的好处吗？我和林家的事，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嘴？你要是真这么不惦记，待会儿股份转让的时候，你可别眼红。够了，闹够了没有？林骄阳，你是林家的女儿，家里还能短了你吃穿？林家的股份岂是你说要就要的？这事儿你以后都不用提了。老爷太太，苏家老爷和老夫人过来拜访了，快请进来。骄阳啊，苏奶奶，您先坐。好孩子，这次真是多亏了你，要不是你，我女儿就这么白白死了，连个公道都讨不回来。你是我们苏家的大恩人啊！林小姐大恩，我们苏家没齿难忘。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我们苏家能办到的，绝不含糊。二老客气了。说起来，我爸妈之前跟我约定好了，只要我帮苏家查清案子，就给我林家1半的股份。今天正好二老在，就麻烦帮我们做个见证吧。没问题，今天老府就在这儿给你们做个见证。林老板，拿合同过来吧。
怎么了，林老板？这份合同我看没什么问题。好了，老周今日还要去警局一趟，就不奉陪了。林老板，下次见。苏老板，我送您。爸，你真给他1半股份啊？那以后咱们家岂不是要被他骑在头上了？闭嘴！苏家都发话了，我能不签吗？等这事过去，我自有办法。张署长，您怎么大驾光临了？林老板，我是来找您的女儿林骄阳的。林小姐，我今天过来是专程来请你出山的。张署长，您言重了，是有什么案子吗？是啊，省里最近出了一桩连环杀人案，专挑年轻女性下手，前前后后已经没了3条人命。凶手极其狡猾，现场几乎没留下有用线索，案子悬了快1年了。受害者家属天天守在署门口哭，上面压得紧，我们是真的束手无策了。听老罗说，林小姐破案有独到之处，2桩大案都破得漂亮，所以想请你出任省署特别顾问，牵头侦办此案，也算是替受害者家属们讨个公道。林家我反正不想再待下去了，去破案又有钱。行，我答应了。什么时候出发？太好了，林小姐果然爽快。要是方便的话，明天一早我们就动身。没问题。姐姐，我们要去破新案了吗？对，路途不远，你们睡一觉就到了。好。林小姐，你这出门办案怎么还带只麻雀？这是我的宠物，跟我惯了，离不了人。带着它也不碍事，署长不介意吧？不介意，不介意，林小姐随意。姐，啊，小郑，你怎么来了？姐，我特意早起去老字号买的小笼包，还有热豆浆，你路上垫垫肚子。署长，林姐可是我们市署的宝贝壳，破案全靠她，您可一定得护着点，别让她受委屈。放心，肯定当贵客招待。放心，有事我会说的。听说了吗？周队去请的那个顾问今天到，就是破了獠牙面具案和苏家颂纵火案的那位，传得神乎其神的。神什么神？我看就是运气好，瞎猫撞上死耗子，而且听说是个女的，女的能懂什么刑侦？哼，细皮嫩肉的，见了尸体说不定直接吓晕，到时候别给咱们添乱就不错了。也是，女生哪干不了这个？署长，林顾问，这位就是林朝阳林顾问，即日起全权负责白鸢卫连环杀人案，所有人必须全力配合，谁敢阳奉阴违背后非议，直接调离刑侦司。林顾问的指令就是我的指令，谁不服气，先过来跟我说道说道。是。不用这么紧张，大家目标一致，都是为了破案。先带我去看案卷，稍后安排去一趟案发现场。林顾问这边请。第一起是1年前，死者是城南丽都舞厅的歌女白灵，24岁，尸体被扔在东郊槐树林里，身旁摆了朵白云铃。她没什么名气，社交圈也窄，这案子一开始没悬起水花，也正是这朵花，案子才定名叫白鸢尾案。第2起呢？死者是刚从女子师范毕业的大学生苏曼，22岁，尸体在北郊河岸被发现，身旁放的是白蔷薇，衣物整齐，姿态摆得很规整。警方立即确定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第3起就是1个月前乡下进城找工作的姑娘林秀，才19岁，尸体泡在城郊西坡的荒草丛里，配的是白茉莉。3个受害者都年轻，模样周正，尸检都查出了过量巴比顿，是在深度睡眠中呼吸停止的，没有性侵痕迹，完全没有。死者身上无针扎伤，衣物完整，也没有受辱迹象。我们之前推断，凶手先骗取受害者信任，骗他服下安眠药，等他死后再剥皮抛尸，手法极其稳定。3起案子几乎是复刻出来的，而且脸皮都被完整剥走了。现场没找到，应该是被凶手带走了。第3起的抛尸现场还封着吗？拉着警戒线，没人动过。想去现场看看？卷宗里的信息都是2手的，那可不咋的。不如去现场踩一踩。就去最新的第3案现场。周队方便的话，陪我走一趟。
当然方便，我这就安排车。就是这儿了。发现尸体的是个上山砍柴的樵夫。天刚亮报的案，尸体就躺在这块空地上，头朝西，脚朝东，摆得特别规整。凶手的鞋印得有40码了吧？没错，我们量过，正好40码。高跟鞋，按鞋码和步幅推算，凶手身高大概1.72米，腿长，走路步子稳。我们判定凶手是位女性，家境优渥，受过高等教育，有私人汽车，性格内敛偏执，大概率做美术、花艺相关的工作。不然不会把现场处理得这么干净，还特意给死者摆姿势、放花，讲究这种没用的仪式感。周队，这女的一定很壮，40码的脚，1.72米，真少见。嘘。周队，能不能麻烦你带兄弟们往坡下站站？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待会儿，理理思路。行，我们就在坡下面等着，有事喊一声就行。周队，这姑娘靠谱吗？张署长把她吹得神乎其怪，我看就是个娇滴滴的大小姐，来这儿装模作样的，靠她破案，我看悬。张署长亲自请来的人，就算不认可，也得好好配合。真查不出东西，他自己就回去了，不用我们多嘴。雀神，能不能帮我个忙？又要本大王出力？先说好了，帮忙可以，回去得加来2笼小笼包，要蟹黄的，皮儿薄馅儿大的那种。行，都听你的。你帮我问问这附近的飞鸟、虫子，案发那晚有没有谁见过凶手，或者可疑的汽车？小事一桩，等着。姐姐，我也想帮忙，我鼻子最灵了，我可以帮你闻奇怪的味道。小黑，这里是荒郊野岭，你出来太危险了。再说这儿这几天都在下雨，冲散了气味，闻不到什么的。乖乖在包里待着好不好？不会的，我可以顺着土缝爬，什么味道都逃不过我的鼻子。我也想帮姐姐破案，姐姐就让我去吧。那只能在这附近活动，不许跑远，知道吗？姐姐，我没找到线索，这里全是草和泥土的味道，还有点橘子花味，没有奇怪的味儿。我是不是很没用啊？怎么会没用呢？你已经很努力了，没线索也正常，说明凶手没在这儿留下奇怪的东西，不怪你。辛苦你了，雀神。那还用说啊？本大王可是天空之王，这方圆10里的飞虫走兽就没有我打听不到的事儿。这点小事儿手到擒来。这俩家伙那天就在树上待着，说是亲眼看见凶手了。你问吧。先吃点东西吧。谢谢。两位小友，麻烦问一下，案发那天你们真的看见抛尸的人了？看到啦。太好了，能不能麻烦你们跟我说说那天具体是什么样情况？那天我跟他在槐树上约会，天黑偷的好多雾呢，就看见坡下面走上来一个人，穿一身白羊裙，扛着另外一个穿布衣服的女人，走得稳稳的，都不带喘气的。对，他走到那块空地上，把人轻轻放下来，还伸手理了理那人的头发，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朵白白的小花，别在那人手旁边，站在旁边看了好半天，才转身走的。那朵花是白茉莉，对不对？对，白白的。我就说本大王找的证人靠谱吧，连花的颜色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你们看清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了吗？没看清脸，但他戴了顶宽宽的蕾丝黑帽子，帽檐压得低低的。但是他真的好精致啊，头发卷卷的，羊裙好漂亮，脚上的高跟鞋尖尖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讲究的女人。看不太准，不过她走路的样子稳稳的，不像小姑娘那么蹦蹦跳跳的，腰也很细，大概30岁左右。我也觉得差不多。30岁左右，家境优渥，穿着讲究，举止优雅，听上去完全是个生活优富的上流社会女性。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要去杀3个素不相识、毫无交隔的年轻女孩？而且凶手真的能扛个成年女性上坡，气都不带喘吗？那天你们还有其他线索吗？比如开的什么车？有的，黑色的，铁壳子，方方正正的，停在坡下面的土路上。他扛人从车上下来，扔完人就开车走了，还是往西边来的方向回去的。黑色轿车呈西方向往返，说明凶手对这条路很熟，不是临时选的抛尸点。
姐姐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就先走啦。没问题了，帮了我的大忙，谢谢你们了。不客气，那姐姐再见。再见。本大王都帮你问完了，回去可别忘了我的蟹黄小龙川。忘不了，亏不了你。怎么样，林顾问？现场有什么新发现吗？线索指向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凶手心理素质极强，抛尸后没有慌忙逃窜，反而停留了不短的时间，整理死者仪容，摆放鲜花，仪式感非常重。这不是激情杀人，是有预谋、有固定流程的连环作案。这不跟我们之前查的结论一样吗？说了等于没说。另外，凶手驾驶的是一辆黑色老式轿车，案发前从城西方向沿土路过来，抛尸后原路返回城西，车速平稳，对这条路线很熟悉，可以重点排查城西近期出入过这片区域的黑色轿车。不是，林顾问，你就蹲在坡上看了会儿土，连车型和行驶方向都能看出来，这也太神了吧！林顾问果然有一套，是我们之前疏忽了。还有别的线索吗？目前就这些，光靠一个抛尸点信息太少。我想去第二起案子的抛尸现场看看，北郊河岸那个，3个现场串起来，共性线索会更明显。没问题，咱们现在直接过去。死者叫苏曼，22岁，是女子师范的应届毕业生。半年前被晨练的老头发现的，尸体就躺在这块空地上，耳后别着一朵白蔷薇，死状和第3起一模一样。唉，可惜这儿靠河。案发后没2天就下了场大雨，脚印、车辙全冲没了，现场没剩下什么有用的痕迹。我们查了死者的同学和家人，他性格文静，没得罪过人，就是毕业前一直在找工作，天天往外跑。你们先在外面等我吧，我在里走走，看看能不能找到点遗漏的细节。人多了反而容易踩坏线索。行，那我们就在路口等你，注意安全，有事喊我们。咋的了，姐？瞅你这出，是不是发现啥了？确神，麻烦你再喊喊附近的小伙伴，看看半年前案发的时候有没有谁在这儿待着，见过凶手或者可疑的人。又来？你这案子破的可真费鸟。行了行了，等着吧。你能听懂我们说话？我能听懂。你是谁呀？怎么躲在这里？你们是来查苏曼的案子的吗？是的。你知道这起案子吗？你看到现场了？对，我叫瓜子，是苏曼的宠物。竟然是苏曼的宠物，案件这下有突破口了。那天主人把我揣在包里带出来，我偷偷从包里跑出来玩，回头就看见主人躺在地上，还有个穿白裙子的坏人。我不敢回去，也找不到家，就躲在这石缝里，躲了半年了。野猫天天来抓我，我以为再也没人会查主人的案子了。别怕，我就是来查你主人案子的，一定会抓住坏人，给他讨个公道。你愿意把那天看到的事情都告诉我吗？我愿意。主人那阵子找工作，投了好多信，都石沉大海。那天突然有个穿旗袍的女人找到主人，说自己是影业公司的星探，看主人长得好看，想请主人去试镜，说要是选上了就能当电影明星。那个女人头发卷卷的，戴了顶宽宽的黑帽子，穿高跟鞋，还有漂亮的旗袍，看着特别有钱。但是我看见她脖子上有个鼓鼓的小硬疙瘩，像我们平时啃的小石子似的，而且她笑的时候声音有点粗，像是故意捏着嗓子说话一样。鼓鼓的小硬疙瘩，是喉结。这个凶手是男的，那你还记得他约你主人去了什么地方吗？记得，那里灯光五颜六色的，台上有人唱歌，还有很多人跳舞。请问，你就是向我投简历的林之夏小姐吗？是，我就是林之夏。你确实很适合当电影明星。
你慢点吃，别噎着。姐姐这儿还有好多呢，以后你可以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没人欺负你了。谢谢你们，我还以为我要一辈子躲在石缝里了。瓜子，你记不记得主人去的那个特别热闹的地方，名字是什么？不记得了，但是我知道女子大学去那个地方怎么走。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去。去神！怎么了？我都还没找到线索。已经找到了，我们走。林顾问，是又有线索了吗？对啊，对啊，又发现什么了吗？待会儿再说，现在送我去女子学院。这一片老弄堂跟迷宫似的，用不用我陪你进去？不用，你在附近路口等我消息就行。有线索了，我立刻喊你。对，就是这个地方，接下来左拐，就是那个包子铺，去旁边的小巷口，再往前，从那个两墙中间的夹档穿过去，要侧着身子走哦。不对不对，走过头了，往回退一点，第二个巷子右转。就是这里，主人就是在这儿和那个坏人见面的。瓜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杀害你主人的凶手。林顾问，这家店和案子有关吗？苏曼生前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凶手的。那还等什么？抄家伙直接干！老王，此事需要从长计议，先不要打草惊蛇。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先回署里。都快1天都联系不上，万一出点什么事，你们担得起吗？叫你们负责人出来！先生，规定就是规定，我们也没办法。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骄阳，你可来了！知夏昨天下午说出来找工作，结果到现在都联系不上，到处都找不到人啊！你本事大，你帮帮妈，找找他行不行？妈知道知夏和你平时不对付。你现在不是省属特聘的顾问吗？手里有权有人，赶紧派人去找啊！我姐要是有个3长2短，我们林家绝对跟你没完。我会查清楚的，但是他失踪的时间点和作案特征和白渊里案凶手高度吻合，我担心的是被凶手盯上了。白渊里案凶手？妈，周队，立刻调一队人，封锁城西风月夜总会的前后门，重点排查身高1.72米左右、有女装习惯的男性。男的？怎么是男的？还是女装？没搞错吧？林顾问，你没开玩笑吧？这个案子查了1年，所有线索都指向是女性凶手啊！是啊，林顾问，现场留的全是高跟鞋印，死者妆容整齐，姿态摆得那么雅致，剥皮手法又细又稳，连性侵痕迹都没有。第一，第3案抛尸在土坡上，凶手扛着100斤重的尸体走几十米上坡，普通女性没有这个臂力。第二，现场高跟鞋是40码，远超国内女性的平均水平。第三，有目击者明确看到凶手脖颈处有喉结。老王，集合1队便衣，立刻封锁风月夜总会，按林顾问说的查，1.72米左右，有女装特征的男性，一个都不许漏。哎呦，周队长大驾光临，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们这儿可是正经买卖，守法经营，您这阵仗别吓着我客人啊！金老板，废话少说，我们来查个人。你们这儿有没有常来的男客人？身高大概1.72米，爱穿女装、旗袍、洋装那种。哎呦，罗队，您这说的什么话？我们这儿是正经歌舞厅，客人都是来喝酒跳舞的，哪有什么穿女装的男人？听都没听过。没有，绝对没有。金老板，这个人不是偶尔来一次，是长期在你们店里活动，专门物色年轻女孩。你们服务员天天守在店里，迎来送往的，不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这是省属督办的连环杀人案，身上背着3条人命。要是因为你们知情不报耽误了抓人，到时候连累到夜总会，金老板掂量掂量，划不划算？哎，说的这么严重，又不是不配合你们调查。阿福、春桃、王嫂，你们几个都过来。我问你们，
咱们店里有没有常来的穿女装的男客人？都好好想想，别乱说。这客人那么多，我们哪能个个都注意呀？是啊，咱们店每天人来人往的，客人那么多，谁会特意留意人家穿什么呀？周队长，您也听见了，底下人都没印象。我们做正经生意的哪会留这种怪人？你们要是不信，尽管随便搜，店里各个房间包厢你们都可以查，我们绝对配合。既然金老板说没有，那可能是我们消息有误。这样吧，我们也不打扰做生意，四处看看就走，就当熟悉一下环境。行，随便看，随便瞧。小黑，你躲在这里，帮我盯着那个胖老板，他说过的话、干过的事儿都要记清楚。我明天来接你，藏好点，要注意安全。知道了，姐姐，我一定会藏好的。你可千万别死了，一定要藏好啊！哼，乌鸦嘴。没什么异常，我们走吧。这姓金的也太滑头了，明摆着就是知情不报，故意跟我们打太极。我看他就没安好心。你怎么看？这姓金的确实在打太极，金福来肯定知情，但他不是凶手。他刚才眼神躲闪，明显是在包庇对方。那个女装凶手应该常来他店里消费，甚至可能跟他有利益往来，所以他才宁愿得罪警方也不肯说。我也觉得，可惜没证据，不能硬闯搜查。不急，很快就有线索。沈先生，跟你说个事儿，刚才省署的警察找到我店里来了，专门打听穿女装的男人。你放心，我嘴严，半个字都没往外漏。底下人我也都打过招呼了，谁都不敢瞎说。不过这事儿风险可不小。你想说什么？哎呀，我能说什么？嘴长在我身上，说不说，说多少，还不是看沈先生够不够意思。你也知道，这事儿兜不住的话，我这夜总会也得受牵连，损失大了去了。听说沈先生最近在进军电影行业，赚了不少钱吧？金老板消息倒是灵通。这样，新电影投资我给你让50%股份，算我赔个不是。你帮我把这阵风头挡过去，好处少不了你。哎呀，沈老板太客气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哈哈哈哈哈哈！歌女、大学生、农村姑娘，到底是什么把他们串到一起的？林顾问，林家太太和少爷又来了，在大厅哭着闹着要见你，说要问问知夏小姐的消息。知道了，我出去看看。骄阳啊，知夏都失踪这么久了，你们到底有没有在查呀？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就是，你不是省属顾问吗？怎么连个人都找不到？哭能解决问题，与其在这儿哭，不如好好想想他失踪前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说过什么特别的话。反常？对了，他失踪前一天晚上特别高兴，跟我说自己要当女明星了。以后要拍电影出人头地，我还以为他是说笑呢。女明星，拍电影？对，怎么了？知夏一直想当女明星，我居然漏掉了这么重要的共同点。凶手根本不是随机作案，他是打着星探拍戏的幌子物色目标。瓜子，我问你，你主人出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有人找他拍电影当明星？是啊。那个穿旗袍的女人说主人长得好看，适合当大明星，还说签了约就能赚好多钱。主人犹豫了好几天呢，一边说想当明星，一边又说怕不靠谱，还是去当老师安稳。出事前2天他还在纠结，说对方约他去夜总会面试。周队，我有新发现，凶手大概率是娱乐圈业内人士。打着影业公司的幌子，以拍戏、签约为诱饵，物色年轻女孩。风月夜总会的老板金爷肯定和凶手有勾结。你立刻让人查一下金爷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和电影、娱乐行业相关的人脉，全部列出来给我。
太好了，小李，你现在就去查金福来他的人际关系，快点。是。周队，还请你派人送我去一趟夜总会。我来送，我来送。那盘龟背足呢？小黑，小黑，小黑，你在吗？小黑，林顾问，你在找什么？金老板，我昨天落了点小东西在这儿，想问一下，墙角这盆绿石去哪儿了？哦，你说那盆龟背图啊，叶子黄了大半，看着晦气，我早上就让人扔了，就扔在前面街口的垃圾桶里。扔了！完蛋了，小黑要变成垃圾了。小黑，小黑，你在里面吗？哎，姑娘，你干啥呢？好好的姑娘家翻垃圾桶干啥？丢东西了？师傅，我找我的小宠物，不小心跟垃圾一起被扔出来了，是只黑色的小虫子，你有没有见过？虫子？没注意。这桶垃圾我正打算拖走呢，你要是找就赶紧看看吧。等等，麻烦稍等我2分钟，我找一下。小黑，你可千万不要出事。那边黑乎乎的那个是不是？姐姐，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小黑，你没事就好，吓死我了。哎呦，我当是什么宝贝宠物呢？原来是个屎壳郎啊！长得漂漂亮亮的小姑娘，怎么养这种东西当宠物？姐姐，我听到那个老板打电话了，他管那个坏人叫沈先生，那个坏人是开电影公司的，胖老板还威胁他要好处，坏人就给了他5成活力封口。太棒了，小黑，这次你立大功了，回去给你买最营养的腐殖土，让你滚个够。不错不错，有几分本大王的风范。张署长，您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我风月夜景会开门做生意，规规矩矩纳税，凭什么3番5次被你们警察搅和？昨天来一群人东翻西问，今天那姓令林的顾问更离谱，蹲我店门口翻垃圾桶，神神秘秘的，客人都被吓跑了。我知道你们查案辛苦，但也不能逮着老实人欺负吧？真逼急了，我就去上面找我那位老兄弟评评理。到时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我这店一天流水多少，耽误了生意，你们署里赔我。哟，林顾问回来了，我正跟张署长说呢，你昨天在我店里鬼鬼祟祟的，今天又跑去翻垃圾桶，怎么着？想往我店里栽赃架妄啊？我告诉你，姓林的，别来这套。现在上面查的严，冤假错案谁也担不起。你要是拿出证据来，我金某人二话不说跟你走，拿不出证据就别往我店里钻，败坏我名声。金老板，注意你的言辞。林顾问是我们署里特聘的办案人员，他的行动都是公务。公务就可以随便在人家店里鬼鬼祟祟了？我今天把话撂这儿，要是他真在我店里放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玩意儿，这事儿没完。金老板这么大火气干什么？我昨天去现场勘查，随身的小宠物不小心落在花盆里了。今天过去是找宠物的。东西已经找到了，一场误会而已。宠物？什么宠物金贵成这样，还值得林顾问跑2趟？不值钱，就是只小虫子，养惯了有感情。哼，最好是这样。要是被我发现店出现了什么不该出现的东西，别怪我来找你们麻烦。这老狐狸，摆明了是来探口风，给我们施压的，真够嚣张的。他背后有人，确实不好动他。对了，林顾问。你要的金爷的人脉名单刚查出来，都是和他有生意来往、娱乐圈相关的人，你看看。沈景怀是吧？终于找到你了。就是他。错不了，立刻集合人手包围他的别墅。林家小姐大概率就在他手里，晚了就来不及了。周队带2队人立刻出发，务必保证受害者安全。是。你们找谁？省属刑侦队。我们怀疑沈景怀与一起失踪案有关，让他出来配合调查。你们胡说什么？少爷怎么可能和失踪案有关？阿山，让他们进来吧。沈先生，林家千金林之夏失踪前最后接触的人就是你，我们怀疑你与他的失踪有关，现在要依法搜查你的别墅，请配合。林之夏，哦，是那个来应聘演员的小姑娘吧？她昨天确实来见过我。聊了聊剧本就走了，
至于连环杀人案，周队长说笑了，我一个做电影的怎么会和那种案子扯上关系？请。不过既然警官们要查，那就请便，搜仔细点儿，也好还我一个清白。别墅这么干净，一只虫子都没有，怎么查？小黑，怎么了？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了吗？我想起来了，这个香味，这个橘子花的香味，第三个死在荒坡的姐姐身上就是这个味道，一模一样。看来他真的就是凶手。姐姐，要不让我藏在他家偷听吧？不行，上次你就差点失踪了，太危险了。证据我们慢慢找，不能让你冒险。40码的高跟鞋，看来我们距离凶手很近了。好家伙，藏得还挺深，这一柜子裙子够他换着穿1年了。哇，好多漂亮裙子！姐姐，这里也有橘子花的香味，和那天荒坡上的味道一模一样。林顾问在这儿干什么？不好意思，沈先生，我搜着搜着就走到这儿了，看见这些裙子做的精致，忍不住多看了2眼，打扰到你了。没什么打扰的，林警官办案仔细，应该的。沈先生家里看着不像是有女主人的样子，怎么会备着这么多女士衣裙？我开影业公司，常有人来家里试戏、定造型，这些都是备用的戏服和鞋子。演员身材高矮胖瘦不一样，备大几码也正常。原来是这样，沈先生考虑的还挺周到。这是什么东西？你别动！这是少爷的东西，你们凭什么随便拿？什么东西不能拿？这一箱子刀看着就不对劲儿，我们怀疑和案子有关，必须带回署里检查。怎么回事？少爷，他们乱翻您书房的东西，非要把您的医用箱拿走，我拦着不让，他们还说我妨碍公务。沈先生，这箱手术刀形制特殊，刀刃锋利，和白猿一案死者身上的创口高度吻合。王警官说笑了，我早年留洋学的是医，这些都是我当年念书时用的手术刀。毕业之后就一直收在书房，放了快10年了。你们要是怀疑，尽管拿走查。各位警官，我下午还有个投资方的会，就不多留各位了。要是后续还有什么要问的，随时让人来传话就行。既然沈先生有事，我们就不打扰了。箱子我们先带走，有结果会通知你。请。这姓沈的也太淡定了吧！一柜子女装，一箱子手术刀，换别人早就慌了，他倒好，跟没事人似的。林顾问，你怎么看？我确定，他就是凶手。这玩意儿看起来正正经经，没想到私下这么心狠手辣。我担心林之夏已经凶多吉少。可惜我们搜查了整栋别墅都没有线索。这样，我让老王带2个人轮班盯着这栋别墅，但是恐怕他暂时不会轻举妄动了。只能先这样了。另外派人查他名下所有房产，一处都别漏，我怕他把人藏在别处了。行，我马上安排。慌慌张张的干什么？想问什么直接问。少爷，外头闹了1年的白猿里连环案，还有昨天来家里的那个林家姑娘，是不是都跟你有关系？警察上门例行排查而已，你想多了。我一个做电影的，跟人命案子扯不上关系。例行排查？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急什么？该你知道的，我自然会告诉你。还有你书房锁着的那箱手术刀，你毕业10年没碰过医，留着它干什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例行排查能搜到3楼衣帽间去，那一柜子旗袍、洋装，还有40码的高跟鞋，你跟我说是给演员备的。这大半年，你总半夜开车出去，天亮才回来。每次回来车胎上都沾着泥，问你就说去盯外景场地。我以前不敢问，总想着你心里有数，可现在警察都堵上门了，你还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你既然都猜得差不多了，还问我干什么？真的是你？你为什么？现在你知道了，不怕吗？怕有个屁用！现在要紧的是赶紧收手，警察已经盯上你了，再往下走就是死路。听我的，今晚就走，我开车送你去码头，坐船去香港，躲个10年8年的，等风头过了再说。走不了的，
东西我来收拾，后路我早就打听好了，只要你点头，咱们现在就能走。周队，林顾问，有消息了！城郊南坡发现一具女尸，穿的米白色连衣裙，跟林之夏失踪时穿的一模一样。人还有救吗？有没有其他特征？巡逻的兄弟先到的，说人已经硬了，死状看着像白猿卫案的路数，但身边没放花，脸也好好的。你们赶紧过去看看吧。立刻出发。老王，你绕去林家一趟，接他们过去认尸，其他人都跟着我一起去城郊南坡。明白。怎么样？什么情况？死者是巴比东过量中毒，和前3起白犬尾案死因一致，但是没有被剥皮，身边也没放白花，身上也没有外伤，更像是单纯的药物过量死亡。怪了啊，前3起都剥皮放花，仪式感拉满，怎么到林之莎这儿就没了？会不会不是同一个人干的？是他做的。我们昨天突然上门，打乱了他的节奏，他来不及完成完整的仪式，只能仓促杀人抛尸。剥皮和百花都需要时间，他怕暴露，只能省掉步骤。之夏，我的之夏！都是你，林骄阳！你明明早就知道凶手是谁，却不早点救人，你就是嫉妒之下，故意看着他死，你安的什么心？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们一得到消息就赶过来了。林顾问为了这案子熬了好几天，你凭什么指责他？凭什么？就凭他是林家的人。林骄阳，你跟我等着，从此我们林家跟你没完。头，我死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怪林之夏？他把我推下湖的时候，你们护着他，他死了，你们倒哭得这么伤心。骄阳，我也是林家的女儿啊！你们眼里只有林之夏，我死了都没人在意。我和他到底谁才是林家的女儿？姐姐，你终于醒了！你都睡了1天1夜了，吓死我了！终于醒了，我还以为你要睡死过去呢。谁知道人类这么不禁折腾，晕一下就躺这么久。发生什么事了？我不是在案子现场吗？我怎么睡这儿了？嗨，你可算醒了！要不是我，你早交代了。你应该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吧？当时真正的林骄阳因为过于委屈，觉得林家人不公，跑回来哭诉了一番，然后你就晕了。昨天现场太乱了，我都没仔细勘察。不行，我得再去一趟抛尸现场。沈景怀仓促抛尸，肯定留下了什么破绽。昨天被林家人一闹，什么线索都没收集到。我也去，我鼻子灵，肯定能帮上忙。算我一个。本大王去天上看看，周围有没有可疑的车辙印或者脚印，总比你一个人瞎找强。好，咱们3个一起去。林顾问，你醒了。周队怕你身体不舒服，让我在这儿等着，说你要是醒了，想去哪儿我送你。麻烦你了，老王，去城郊南坡的抛尸现场。对了，林顾问，你昨天晕倒前说的那番话，可把林家人吓够呛。林太太哭着说对不起你，林少爷也蔫了。你当时是故意那么说的吧？也是，这案子太熬人了。你放心，等抓住沈锦辉那小子，肯定能好好歇一阵。林顾问，我陪你上去吧。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行。你在这儿等我，我想一个人静静看看现场。行，那你小心点，有事喊我。雀神，麻烦去附近问问有没有虫子、小鸟见过抛尸的人，或者可疑的车辆。姐姐，有橘子花的香味，跟第3起案子荒坡上还有沈景怀家里味道一模一样。可惜气味当不了证据。没关系，姐姐，这次案子发生的时间近，我去附近看看有没有线索。好，注意安全。这几个家伙那天在坡上熬夜捉虫子，正好撞见抛尸的了。你们说吧，把看见的都跟他说说。天还没亮的时候来的，那人穿一身黑西装，戴着手套，扛着个女人从车上下来。对，他个子不高不矮，跟姐姐你比起来高小半个头吧，脸被黑色礼帽挡着看不清。他把人放下之后，站了好一会儿才离开。看样子这次他没有换装抛尸，可惜这些证据还是没法定罪。不过还是谢谢你们。不用谢。
人，苍蝇。你好，请问你案发那天就在这里吗？能不能跟我说说你看到的情况？啊？你不是说带我来见你姐姐，有好吃的招待吗？怎么空着手就来问问题啊？合着我白跑一趟是吧？啊，我一着急给忘了。不好意思啊，出来的急没带别的，先吃点面包垫垫，等回去了我再给你补上好的。面包素不拉几的谁吃啊？我跟你说，我要吃五花肉，要肥的，炖得烂烂的那种，还要酱肘子，皮糯肉香的，再来盘卤鸭掌，卤得入味儿的。事儿还挺多，一口肉给你能耐的。怎么着？干活不给饭吃啊？我知道的消息可值钱了，没点好料我才不说呢。行，都依你，现在就带你去吃，行吧？先进来待着，我带你去酒楼吃个够。林顾问，怎么样？找到新线索了吗？有眉目了，先不说这个。老王，麻烦你开车送我去城里最近的酒楼，你在楼下等我就行。我问完线索就下来。哇，这么多肉，闻着好香啊！原来人类吃的东西这么讲究。吃相也太难看了，扎进油里不怕淹死，真是丢尽了虫子的脸。现在吃饱了吗？可以跟我说说案子的线索了吧？你懂什么？吃肉就得这么吃才香。有本事你别吃肉包子啊，天天啃面包碎得了。你看他还敢顶嘴！好了好了，让他吃，吃饱了才好说线索。放心，吃了你的肉，肯定给你说个明明白白，保证你这桌话快得值，半点都不亏。先跟你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绿头，方圆10里的苍蝇都得喊我一声绿哥。我鼻子最灵，哪有血腥味、腐味，我第一个到。说起来也巧，我昨天早上刚在坡上那具女尸身上破壳出来，所以抛尸那家伙的一举一动我看得清清楚楚。你真的全程都看见了？那当然，我娘把我生在那个姑娘身上，我孵出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间密室，可给我吓够呛。你是说沈景环别墅里有密室？那可不，那密室老阴森了，墙上钉着一排排木架子，摆了10几个玻璃罐子，里面泡着水，盛了好几张剥下的人脸皮，白花花的，看着瘆人。中间有个亮闪闪的铁台子，上面摆着大大小小的手术刀、镊子，擦得干干净净的。他每天都会买鲜花放在花瓶里。那男人总爱穿旗袍踩高跟鞋下去，对着镜子照半天，还对着那些罐子自言自语，说什么这下就完美了，你们永远都这么好看。他身上总飘着一股甜甜的花香味，混着血腥味，怪别扭的。太好了，那些脸皮就是实打实的铁证。只要找到密室和这些东西，沈景亨再怎么嘴硬都没用，直接就能给他定罪。怎么样？我说的这些够有用吧？这桌肉你没白花。太有用了。密室、脸皮、作案工具，只要把这些物证挖出来，这案子就彻底结了。我现在就回署里调人，立刻去端他的老巢。哎，你别走啊，带上我一起啊！你把我扔这酒楼里，回头小二看见一巴掌就把我拍死了。我可是头号功臣，你不能卸磨杀驴啊！是我考虑不周。来，停我袖口上，跟我一起去抓人，也算亲眼见证案子告破。林顾问，有线索了？有线索了，就是这么个情况。老王，我们快走吧。老王，你怎么了？林顾问，你就是我的神。按计划搜，重点找书房和地下室，仔细搜，别放过任何暗门夹层。是。就是这儿，暗门就在书架后面，拧那个铜狮子就能开。现在物证俱全，沈景长就是白渊宇连环杀人案的真凶。这些脸皮手术刀
再加上死者体内的巴比龙成分，足够定他的死罪了。这个变态，杀了3个人，还把脸皮剥下来收藏，简直丧心病狂！周队，不好了，沈景怀不见了，别墅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没人，他的司机重山也不见了。好了，立刻通知全城所有卡点，封住所有渡口、码头、汽车站，还有出城的各个路口。立刻通知全城所有卡点，严查每一辆过往车辆，每一个行人。他肯定想坐船往南逃，绝对不能让他逃出城。是。所有人原地接受检查，省属刑侦队办案。站住！你们凭什么抓我？我买票坐船合法合规，你们这是滥用职权！我要找我的律师。沈景怀，别装了。我们在你别墅的密室里找到了3名受害者的脸皮，还有你作案用的全套手术刀，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少爷，姐，听说你结案搬这儿住了，我们特意过来看看你。请坐。对啊，姐，你可太厉害了！白猿伟案悬了快1年，多少老刑警都没辙，你来了不到1个星期就给破了，真神了！说真的，以前我总觉得有些案子可能永远都破不了，坏人能逍遥法外。现在才明白，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干了坏事，早晚都有被揪出来的那天。是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世上从来没有完美的犯罪，只要做了恶，就总有要还的那天。